媒体人跑专业统规赛，跟职业车手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堂主。今年我不是同时报名参加了全年的现代 N1 Cup 统规赛，以及全年的 CEC 中国耐力锦标赛吗？这两个大型比赛，一个花了我25万，另外一个也花了我25万，但是我跑现代 N Cup 的第一站，时间上居然就跟 CEC 的第二站完全重合了，这就非常尴尬了。一开始我甚至打算极限操作一把，28号、29号我跑完 CEC 第一棒正赛就直接开溜，从秦皇岛连夜飞来宁波，只参加30号现代 N Cup 比赛的第2回合就行。不过这样一来呢 ，N Cup 比赛第1回合的积分我就1分都没了，这对于我整个赛季追逐年度冠军可太伤了。想了很久，最终我还是忍痛把5万一站的秦皇岛 CEC 名额以4万块钱的价格卖掉了。所以这一站呢，我就专心跑现代的统规赛吧。加油！19了。广州博士新月比赛正式的开始，我们看到从单内发车的99号陈小哥的发车并不是非常的顺利，从他身后上来风是看到了这个机会，直接来到了第一位。59号正在跟白从两台赛车并排通过了10号弯，但是两台赛车现在都是进入到了沙地，并且是发生了打滑的情况。目前我们看到10号赛车应该是邹云鹏的赛车已经左前侧发生了损坏。这次比赛呢，天气非常热，吸取到很多赛道 P 房没有空调的教训，我特意从公关手里借了一个又大又能装、吹空调几乎等于免费的小鹏 G9 纯电 SUV， 用来充当我们比赛的休息车。主打一波白嫖。哎呀，我们终于到宁波了啊！你看这地面，我的妈呀，下着大雨，明天也是这个天气。人生第一场这个 N Cup 比赛就是雨战，太刺激了。今年全年的现代 N1 Cup 比赛，我加入的是我好大哥小眼睛的 CRS Racing 车队。除了必要的参赛费用跟正常损耗之外，其他服务费我是1毛不给。又是一波白嫖，跟着大哥混，一天吃9顿。他甚至提前很多天就帮我们把酒店都提前预定好了，这服务真的是我哭死。不是，这是我刚进来我第一个先发现的。我靠，大哥，这个东西感觉有手指肚大。我操，有妞跟你相伴呀，今晚上啊！换房间吧。那必换，我服了，我操，真这今天我住不了，这我真我靠！我说进来就闻着一股怪味儿，你知道吗？蟑螂是不是还会飞呢？我靠，这就是给堂主明天的预兆，明天你会飞起来。你说点好的，你那乌鸦嘴，我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我跟你说，飞起来就有可能冲出去。打电话找第2家3人店，结果是一个老板。一个手脚都破不了招啊！最终我们决定还是住在这家酒店，但是换了一个房间。探店抠逼多，真假胡解说。今天我们来看酒店，看一进门这块木板已经发生了瓢片，对吧？地上进来以后，这里刚才还有一滩烟灰，看到了吗？大家，座椅上还有遗留的残留物。这个有可能是饮料，你别想多了。不管是什么，反正饮料。换一把座椅也不过20块钱的事，对吧？总体来说，这家酒店我只能打3分。有这个，有这个，他就多值1分。私密够套，不留痕迹啊。そうですね。这没想到这赛车手套这么方便，就这么少啊！这个酒店都没都给准备了。这是赛车手套这私密不套嘛，这不赛车手套是什么套？明白。就这酒店给我180让我住一晚，我都得考虑考虑。但是太累了，算了，凑合住吧。清早起来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昨天晚上小眼睛连夜给我送了一个车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着这一台小鹏的 G9， 可以直接进围场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今天还在下着小雨，
然后地面的话，反正在这儿看是没有积水。今天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尴尬，上雨胎可能会雨又有点不太够，但是上干胎呢肯定是齁逼滑。还好今天只是官方练习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围场先看看情况吧。哇哇哇哇哇！这是我的车啊，兄弟，看到没？兄弟们，我的车号14号 ，Fernando Alonso，14号，云凤子。虽然我的赞助商卡缪斯模拟器并没有赞助我跑 NCAP， 只赞助了我的 CEC， 但是我跑任何其他比赛，只要能带上他们的机会，我一定会带上，贴在最醒目的位置。完美搞定。在正式开赛之前呢，先简单介绍一下赛规。全年一共4站比赛，每一站比赛有2场官方练习，2场排位赛，2场排位赛的最终成绩分别决定上下2个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。但是每个车手从排位赛开始之后，一共只能用8条新胎，因此在官方练习阶段，所有人应该用的都是上一次剩下的旧胎。今年我们 NCAP 的前4站中国赛道那边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这边第5站呢是韩国的国际赛事场。这个是邀请制，我们这个统规赛的第1名会被直接邀请过去参加第5场这个邀请赛。Korea International Soccer。小眼睛给我做了一个轮胎计划呢。现在干地和雨地我们不知道，就明天是干绿地也不知道，就把它全当雨地。今天就全当雨地，好不好？就是我先给你出4条新雨胎。你给它调下距离。正赛里可能会下雨的事儿，其实我早在半个月前就看过天气预报了。因此我从北京出发之前开模拟器的时候，干地模式我都压根没练，我就用卡缪斯的模拟器专练雨天模式。狂练了半个月之久，我就等着这一天呢。摩拳擦掌，准备在雨战中的宁波技惊四座，一鸣惊人。1练的时候，我就是雨胎出的车，内心狂喜。赛车的调教也完全是雨天的风格，避震调到了最软，倾角也调到了最小。然而上了赛道之后，我才发现大部分的弯角早就干了，且最气人的是，之后的几天，宁波居然再也没有下过一滴雨。路面已经全干了，完全没有必要用雨胎了，所以我刚才慢慢悠悠的跑完了看路这一圈，回来赶紧换胎，免得浪费我们的雨胎。这一通换胎白白浪费了我10来分钟，导致我1练只做了3个有效的飞行圈，其中最快的那圈在最后3连弯冲线之前还被一台慢车给挡了。导致最终1练成绩只有2分01.8，排在了全场的第5。第一节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有可能会下雨，然后就上的雨胎，然后出去一看，我靠，晴空万里，全是干地，根本不需要雨胎，所以我那雨胎就是慢慢悠悠的回来。我的那套设定呢，是一个雨天的设定，就是那个避震软的一塌糊涂，一点支撑都没有，高速弯很慢，很挣扎。然后一会儿我看能不能让技师把那个设定改一下吧，看下午能不能更快一点。2练跟1练间隔时间太短，
车子根本来不及重新调教，所以我还是用的雨天的设定出的车，只是把避震稍微调硬了一点，倾角也还是没有调回来。不过从后来的经验来看啊，这个车其实调不调或者怎么调，圈速影响的不是很大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民用车的仰角，民用车的元宝梁，底盘基本没动。压根儿其实也没什么可调的空间。那2列呢，因为没有了慢车阻挡，所以我很顺利的就把之前被挡的裤裆给掏了出来，成绩来到了2分00.8。2分整2分整，而且下雨，路面比之前更差了。这是没被挡，你看没被挡，我就把那个被挡的那个1秒3给直接抠出来了。我第一圈好像就2分整了。那个刚才上去第2节我就跑了2圈，然后就下雨了。而且我跑的那2圈官方计时坏了，官方计时还没给我记上。虽然因为计时坏了，导致我官方成绩单上最快只有2分01.2，但是哪怕计时器没坏，2分00.8的最快成绩还是只能排在全场的第5名。我靠，这场上的高手还挺多呀。不过2列之所以还排在第5，是因为第2名的成绩是由职业车手张真东做出来的，他受邀来当我们这个统规赛的教练，每一站都要负责做标准圈来给大家做教学。不过第1名的车手陈小柯的实力也有点太强了吧，居然比张真东还快，就离谱。赛后我跟小眼睛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这个陈小柯来头不小，参加过多届领克杯以及国内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统规赛， CT、CC、TCR 也有常年征战。最重要的是他家就住在宁波赛道附近，就像秋名山下的拓海一样，这纯属于地头蛇中的坐地炮水平了。不仅单圈快，长距离也稳，攻防的风格更是异常的凶悍，难怪连张真东都要被他斩于马下了。而这个统规赛最卷的地方在于，除了陈小柯之外，其他车手实力也都不容小觑，比如说陆建熙、朱正斌、周浩文、刘慈，包括我队友李翁记，这些人也都是常年跑 TCR 的车手，在国内各大高水平的联赛中常年都有他们的参赛身影。除此之外呢， NCAP 每站还会免费邀请至少2个知名的媒体车手过来搅局，免费，这你受得了吗？比如说这一站就邀请了极速拍档的娜娜跟王杰克，这俩货也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正赛的乱战之中见缝插针、浑水摸鱼的功夫也是颇为了得。不过王杰克因为这一站只有拉力赛照，所以这一站连车都没摸上，只能被动充当娜娜的幕后军师。嘿嘿，刘先生，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无论多好笑呢，我们都不会笑，除非忍不住。好了，对手研究完了，我心也凉了半截。不过好在张真东的车载视频大家人手一份，大家都可以研究。我研究了1宿，至少发现了4处我跟张真东开法不一样的地方，于是我信心又回来了。我把张真东的车载和我的车载做成了分屏，1人1半，然后同样一个位置，我就看他妈到底在哪儿比老子快啊！因为今天主办方特别鸡贼，就是他不给 VBO 文件，如果能给我 VBO 文件，我能学得更快。当然，他也不给别人 VBO 文件，所以其实所有人都一样，那就看谁的天赋高，谁的领悟能力好了。上面是我，下面是张真东。你看他这还失误呢，垃圾。我看了一下张真东的车载，我知道我慢在了几个地方。明天我肯定能进59，我有绝对的信心能进59，但我不知道明天那帮人能不能又更快了。但是张真东这个车载里面是有失误的，他有失误的情况下才跑来了593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学张真东失误的地方，因为张真东今天特意跟我说了一下，说我哪个弯走线，你千万别学，那个地方是稍微失误了一点。我现在研究了一下，他跟我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战术啊，就刚才那几个地方。别到时候我把失误学过去了，然后一下快慢2秒。今天晚上我研究了车载，请教了罗开罗、曹宏伟，还有很多 Pro 车手啊，找出了很多问题所在。明天必能快2秒，对吧？有人脉不用王八蛋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说，有这么几个问题：当你认识的车手越多，你就越迷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问罗开罗，罗开罗会告诉你，堂主啊，你入弯速度太慢了，你要带速度进弯。但是你问另外一个
另外一个车手说：“堂主，你入弯速度太快了，你要再慢一点，出弯这样快一些。”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开法。对，啊，所以你不知道谁是对的，这很尴尬，你懂吗？我就说这么个意思啊。我以前看过叶红丽的一段视频，叶红丽说，当你开赛车开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你不用刻意的去追求所谓的走线，就这个车子舒服，它爱往哪儿走，你就让车子往哪儿走。我当时听完这话，我说这他妈也是专业车手能说出来的话。这不吹牛逼吗？对，但是我现在想一想，我操，我觉得叶红丽说的好像又有那么一点道理了，我能逐渐的理解了，但是我还做不到。行了，明天保1争1，保20争1。赶紧起床啊！今天排位赛成绩要还好啊，现在开始就得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。要像传销分子一样，今天老子要开始赚500万，要有这种劲儿一会儿才能拿杆位。紧张刺激的排位赛马上就要开始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职业车手张真东驾驶现代 N1 Cup 在宁波赛道的最快单圈是1分59秒2，而本堂主在昨天的练习赛中做出的最快单圈才2分00.8。那么今天排位赛，本堂主能否也顺利进入1分59秒的美妙新世界呢？发个弹幕与吹波。那么接下来米娜桑科尼奇瓦现代 N1 Cup 赛车宁波飞行圈得走。大清早起来赶着上中做排位，14号计时堂主给大家带来现代 N1 Cup 赛车宁波站的单圈讲解。昨天的2场练习，本堂主全程都是用自动挡开的，主打一个佛系。但是今天排位了，要上强度，那就临时改成手动来试试吧。希望换挡不要换错，因为从排位赛开始到正赛结束，每个车手一共只能用8条新胎，所以我排位赛的策略就是用4条新胎，2场排位赛只用同一套胎。但是比较尴尬的是，第一个新胎的最佳窗口被慢车给挡了，导致我这套全新的胎已经飞了2圈了。据说场下的王杰克看到我头2个飞行圈只有2分03的时候，嘴角都咧到后脑勺了。不过这一圈做完，王杰克笑容应该是凝固的，笑容其实并没有消失，只是从他脸上挪到了我脸上罢了。穿过6、7、8号大海茫茫湾，前方9号弯就是一个越走越窄的回头弯。我研究了一夜，决定采用螺开螺的驾驶方式，以极快的速度丢进去，4降3降2，出弯保持耐心，然后一脚圈油。对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野生车手来说，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各路高手教我们的开车方法往往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的开车方式往往就像一个个缝合怪。高速穿过10号弯，前方就要开始上山了。第一个 chicane 路肩必须要大口的吃，开出一种避震不要钱的跑法，圈速才能快。出弯不要开到最左边，紧接着高速靠右，新胎可以全油通过第2个高速 chicane。只不过这一路肩都很酸爽，所以宁波赛道唯一缺点就是废车。重刹来到山顶回头弯，这个弯一定要有耐心。前方的17号弯，你必须把车子开出一种腾空砸到地上的感觉。但是在这个弯，我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失误。因为是第一次用手动模式开伊兰特恩，所以我多降了一个档，原本应该是3档过，但我直接降到了2档，导致车子直接爆转断油了。事后我看了一下 log 图，速度曲线在那个位置掉了一个巨大的坑，这直接也影响到了我最后3连弯的速度跟节奏，因此最后这几个弯我丢了巨多的时间。不过最终成绩勉强还行吧，最终冲线1分59秒6。2场排位赛跑完，我的排位赛最好成绩是1分59秒610。第一回合排在了全场第3，第2回合排在了全场第4。从排位赛成绩单就能看出来，这个比赛到底有多卷了。2、3、4名之间成绩只差0.009跟0.004，都是1000分位上的差距。前9名的成绩最大差距只有1秒多一点点。这也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跑统规赛的原因，因为只有统规赛能最大程度做到尽可能的公平，它考验的也更多的是车手的驾驶技术跟临场发挥，而不是纯拼人民币。不过在我们这个 N1 Cup 比赛里，
唯一不变的是，第一名永远是陈小科。从1练、2练，再到第1场排位赛、第2场排位赛，他的名字都牢牢霸占着榜首。他的强势表现，无疑是让其他所有车手都将感到窒息的存在。还有2个小时就要开始正赛了，我先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。最合适的地方莫过于我开过来的这台小鹏 G9，它的副驾有一个太空座椅，零重力座椅，哎，把这个腿托升起来，哇，整体悬空，贼舒服，就在这躺着，怎一种享受了得！状态。马上正赛了，不知道能拿第几，希望能完赛，目标不高啊，希望不要碰上鱼雷啊。红灯同时熄灭，比赛正式的开始。我们看到从杆内发车的99号陈小科的发车并不是非常的顺利，从他身后上来的邹云峰是看到了这次机会，直接是来到了第1位，发车直接是导致了陈小科是跌了2个名次。来到这边之后，我们看到29号陆建熙的赛车在2号弯的位置出弯的时候是发生了失控，这边领先的依旧是邹云峰，从第3位发车的邹云峰。3位的车手目前的时间差距都是在1秒之内。来到这边1、2位的争夺，现在陈小科已经是来到了邹云峰的身后，2台赛车的距离非常的接近。下坡的时候，刚才陈小科差点是撞在了邹云峰的后保险杠上。再次进入到19、20、21这几个弯，完之后这边看一下能不能抓住前方的赛车的尾部。邹云峰的最后的连续3个弯好像处理的还是要更加的顺畅一些。也是稍微的带开了一些距离，来到9号弯前3位的赛车，目前的差距还是非常的接近。一场现代 N 统规赛，其实现在目前给我们的感觉还是非常激烈的。从3位的3台赛车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了。当他过线的时候，已经是来到了0.2秒、0.3秒，3位车手几乎是头尾相接，通过了这个终点线。看到前几位的赛车依旧是没有发生变化，也就是邹云峰、陈小科和朱正斌。邹云峰在2号弯之后起步之后的2号弯之后呢，抢到了第1位，之后就已经是一直处在了1个位置。看到他的保险杠的左后侧也是发生了这个松脱的情况。这边有没有机会啊？现在已经是邹云峰被逼的走到了一条非常激进的防守线路上，2台赛车现在并排通过了9号弯的位置。出弯之后，这边看一下出弯的速度，有可能陈小科的出弯速度会来得更好。那么前方的邹云峰看一下10号弯会利用什么样的线路来进行防守。90号赛车是突然来到了内线，2台赛车并排通过了10号弯，但是2台赛车现在是都是进入到了沙地，并且是发生了打滑的情况。那这样的话，99号赛车、14号赛车，目前我看到14号赛车应该是邹云峰的赛车已经左前侧发生了损坏，那么99号赛车目前也是停在了草地里面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看到在第3位的朱正斌已经是上升到了第1的位置上。在10号弯的位置，我们看到突然的一下变线来到了内线，这边上到了路肩之后，好像99号赛车也是发生了这个推头的情况。那么在弯心过来出来一点点之后呢，和14号赛车是发生了碰撞。正
正赛规定的比赛时间是25分钟加1圈。这场比赛我从第3出发，依靠快如闪电的起步，在1号弯就抢到了第1，之后我就一路领跑。但说真的，身后的陈小科真的是太快了，我一次一次给他抛开一点点，但他又一次一次追进，在身后不断的骚扰攻击我，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论单圈速度，我真的跑不过他，所以我只能使出毕生所学，从头严防死守到尾。那我当时的策略呢，是在上山下山的弯里极力的压低速度，好让第3名找到机会攻他，等他俩再陷入缠斗，我再彻底跑远。但是这个第3名朱振兵，据说是临时被人委派过来的代打车手，他可能是不想产生任何车损，也或者他就是想等我跟陈小科鱼死网破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。因此中途我跟陈小科来来回回攻防了很多次，他其实是有机会可以上来攻击陈小科的，但是他就是远远跟着，就是不动手。遗憾的是呢，第3方放置的车载镜头唯独我跟陈小科的机器坏了。同时这场比赛呢，赛会出于安全考虑，也不让我架设任何吸在玻璃或者车顶上的 GoPro 镜头，所以我的镜头是一个没有。幸亏朱正兵的车载镜头没有问题，否则撞车的第1视角镜头都没有。那在比赛进行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，陈小科说我把那几个容易超车的地方卡得死死的，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超车了，于是尝试顶了一下我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。然后呢，我的后保险杠就烂了，开始兜风。下来之后，这边是2台赛车碰在了。唯独就是我们俩的名次没了，同时呢还苦了 CRS 的修车技师了。哎呀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变速箱啊？我靠，底下甩了一阵油泥呢。油泥是你半轴断了，半轴哦，光油甩出来了。哦，对，哎，这是我的轮胎吧？对的，是吧？这一条是大的。我操！轮圈变形了，侧面炸了。我炸了。你知道这轮胎多少钱一条吗4000多吗？3200好像是，哦，3600。是 S8吗？不是，不是赛伦。哇，还是烫的，我操！还是感受一下余温。原味那个原味轮胎，原味轮胎。赛伦确实是耐磨，你看，跑了一整场，你看它的这个看深度的这个坑洞还在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耐磨。这就没有办法，兄弟们，这个我尽力了。你们那个确实我领先了很多圈，因为我跑在第1位的时候，我跑的相对就会比较保守一点。因为如果你在第1位的时候，你去做激进的动作是特别傻的一个行为，你一个失误可能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全过去了。所以在前面的时候，你就比较稳定的往前走是最好的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后面的车确实它圈速要比我快一点。所以我就一直防了一整场，然后给大哥可能防急眼了，然后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危险、比较激进的进攻方式，完了我们俩就一起退赛。但是这都是正常的事故，没办法的事情。然后大哥下来第一时间也关心了我的身体，也跟我道歉了。这是我这辈子找过最好的队友，为了拖我一起上领奖台，直接都干急眼了，把人干出去，这逃过一进战术。他把我干出去了，不是我把他干出，我在第一。陈小科明天倒退10位发车。哦，那我呢？
那我第3。你上顺1位。哦，又是第3。但车能修好吗？应该可以。明天我要把该死的冠军拿回来。拿回来。再次道歉。哎，没事儿，都他妈正常事了。然后我看你车水也比较厉害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这么重一下。这没办法，当时那种情况下，说实话，房子确实太死了。我估计你上头了，我也能理解，正常现象。不好意思，那没事。好。明天车能修回来了，接着干。紧张忙碌的修车计划现在就要开始了，兄弟们，车已经推到 P 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车队 P 房的地板也被清理走了。清理走之后呢，我的车子应该就会推到最里面那个位置，然后就会开始连夜的修车了。唉，苦了技师们了，希望能修出来吧。我现在塔顶裂了，我没法开了呀。要么就焊，这个换不了。那就焊呗。但关键是我靠，这个车在宁波冲坡冲得非常厉害，宁波那路肩当当当。对啊。那路肩肯定可能会把那个塔顶给冲烂的。要不我问能不能再租一台？本来我撞车心情没受到什么影响，但是现在一看到车子伤成了这个样子，血压瞬间有点高了。那个刚才你跟那个韩国人在说什么呀？就是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要换车的话，那整个赛季我们只有2台引擎可以用。OK， 那你换了车以后就变成第2台引擎了，就之后万一还有3站和1回合吧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就没有引擎可以用了。赛规上是这样用，所以我们这一站还是以修为主。以修为主。这个车损大概要花多少钱？现在还不知道，等我帮你看一下啊。预估呢？我估不出来，我不敢估。对手的车现在已经修好了，但是我的车还在那趴着。唉，先给技师了。下午大概4点多休息，9点半，现在已经修好了，差一个定位。效率真高啊！效率真高啊！我们就是巨星，太牛逼了！你们就是巨星，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。而且你们是一群巨星，那个
季星只是一个人嘛，但你们是一群人。CRS 是我见过最牛逼的车队，前面所有的东西都坏了，但唯独机盖一点损伤都没有。所以你看，卡唐斯的广告。现在时间是晚上的11点半，这台车呢彻彻底底的已经弄好了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其实不太敢去问小眼睛这个车大概要花多少钱，我怕看到账单的那一瞬间会影响我明天正常的攻防节奏啊。然后呢，再对今天的事故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。除了对手插我之外，我个人对我自己也反思了一点东西。我觉得我自己的问题是，我觉得我跑得还不够快。如果我们想一下，如果我跑得足够快，我是不是从发车一开始就能直接把第2名给甩开呢？我没有做到这一点，然后导致让他不断的缠上我，这个其实也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如果我足够快的话，他就撵不上我啊！我现在也不立 flag 了，我就明天好好发挥，争取完赛，尽量拿更好。对手啊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牛逼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多站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。我因为第一回合退赛了，1分未得，只有第2回合拿了一个第2，得了18分，总积分只排在了全场第7名。不过如果你问我后不后悔，如果再有一次机会，我会不会干脆就不怎么防守，直接放陈小科过去保个第2得了？那我想以我的性格的话，那应该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。谁能那么轻易放弃可能到手的冠军呢？
对吧？我在第2回合上领奖台的时候，其实最让我动容的一件事是我们 NCUP 绅士组的一个香港车手，居然已经69岁了，跑完比赛上2楼领奖台都费劲，最后还是我给他搀扶上去的。69岁的老同志都没有放弃夺冠，我怎么可能会轻言放弃呢？不过通过这个比赛呢，我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跟职业车手的差距，极限单圈距离他们还是差了一点点。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，如果我还能再快一点的话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攻防之类的了，直接可能就一波流带开了。不过 NCUP 比赛这个是真锻炼人，我又学到了好多正赛的经验，只是唯一心痛的是撞车的账单还不知道是多少。所以大家就看在这期节目如此精彩的程度上，能不能给我这个比赛投个币啊，哪怕点个赞，那感谢大家了。那么 OK，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我是堂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